我们先来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有很多人在30岁开始焦虑，40岁开始迷茫，50岁就真的该认命了吗？不，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都用别人画好的地图上在寻找自己的道路。人生的每个阶段其实都有它特别要去决定的重要决策。今天我们就来一次看懂人生3大关键阶段，保证你听完之后会有所感悟，甚至重新定位。年龄只是一个数字，在每个阶段活出每个阶段的样子，才是人生的真功夫。在现代的社会，30而立并不是一定要你成家立业。在现在的时代，30到35岁这个阶段，重点不是需要结婚买房，重点是要自我定位，决定你是要成为一个专业的职人，还是要踏入创业的旅途，成为一位老板。如果你想要打工，成为一位专业职人，那就必须深耕你的专业，让自己升迁成为主管阶层的人。而你的目标并不是要当一辈子的员工，而是要成为公司不可替代的专家，让你的专业成为最硬核的通行证，甚至跳槽到更大的舞台，让自己的职业前途更有发展空间。如果你是要创业，那就要研究好，决定你要创业的方向，保持稳定的心态，学会独立思考，并且承担责任，重新出发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长阶段，因为30到35岁以后，不再是追梦的年纪，而是逐梦的开始。当到了40而不惑，重点在于放下比坚持更重要。很多人会觉得35到45岁好像一眨眼就过了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被生活绑架的理由。很多人有了家庭，有了小孩，事业也正要发展，生活也有经济压力。等到一回头看，这10年来对自己来说，好像只有年龄增长了，但成就却停滞不前。因为这个阶段能够移动的时间跟空间也不多，只能做微调。当40到45岁，应该心智也已经成熟了，也尝过了人间冷暖，也懂了生活当中的现实。对于很多事情开始有了觉悟，也开始懂得取舍跟放下。例如知道自己不会像彭于晏那么帅，也不会像刘德华那么帅而有型，知道自己不会像周子瑜、刘亦菲那么的美。对于外界的各种诱惑，你也有了定力，也明白了自己的底线。40岁以后才是人生智慧的开始，在生命的时间轴上也要开始做好断舍离，不要让不必要的杂念跟人际关系进入自己的生活，因为这也是一种负担。对于求而不得的事情，该放下的就放下，只要用不上的东西就舍弃吧。包括在自己内心沉积多年的杂念，轻轻放下，把一切清空，该舍弃的就舍弃，不再被物欲跟别人对自己贴上的标签化绑架。对于自己没有能力处理的事情，就不要插手，不要介入他人的因果，因为负责不了。所以这个年纪，放下比坚持更重要。轻装前行，才可以走得更远，才能看懂一路上美丽的风景。而40到45岁之后，人生阅历也有了，智慧也增长了，也清楚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。这个时候才是人生最有爆发力的时候。现在对于50知天命一说，并不是到了50岁就得认命了。我们再回推到100年前，人类的平均寿命大约在30多到41岁。如果能活超过50岁，那就已经很不错了，觉得自己已经赚到了。所以以前我们常听到60岁就要来做个60大寿，杀鸡宰羊的还要祭拜天地，好像在告诉上天，我活60岁了，很可以了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就像台湾的平均寿命大约在81岁，所以以现在的年代，50岁才是你智慧跟经验的黄金时期呀。现代的50知天命，是你看清楚了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，你更清楚自己的优势跟劣势在哪里，你手上有哪一些王牌，发球权在谁的手上，不会在机会与选择当中硬杠。
你会知道，如果王牌在你手里，你知道该怎么打才能让优势最大化。如果发球权在别人的手上，你更懂得什么时候该进场，什么时候该沉默的退场，什么时候应该避险，你似乎自然就懂了。孙子兵法里的那一句兵先胜而后求战，没把握的仗绝对不打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专业职人跟企业家们都是在40岁之后稳定的发展，50岁之后才真正稳住了江山。当然也有不少人从小就不断的努力而不断的失败，到了50岁之后才真正的有所成就，也开始稳定的发展。在50知天命这个阶段，你更懂得向内求，更能够接受自己，跟自己和解，放过自己，在处理事情的心境跟态度上面也不冲动，更会用智慧去处理事情。我们再温馨的提醒一次，我曾经说过，每个人的生命轨迹都不一样，在这个阶段更能够接受自己，活出自己真实的样子，比什么更重要。我们下一集来跟大家分享每个人自己生命当中的参数，要自己去找哦。简单的来讲，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使用手册。我是月月，祝你心想事成，越来越顺利。